中方高层到访莫斯科，与拜登访乌遥相呼应，俄乌冲突要迎来拐点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中方高层到访莫斯科，与拜登访乌遥相呼应。我先说一个观点，俄乌冲突马上要迎来拐点了。我知道有些朋友看了这个观点，肯定会不屑一顾。这还用你说？俄乌春季大战马上开打了。美国总统拜登还破天荒地去基辅转了一圈，傻子都知道俄乌局势要出现很大的变化。理儿是这个理儿，但我要说的这个拐点可不是什么冲突升级、战争规模扩大的这种变化，恰恰相反，是俄乌局势趋向于和平化。我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在拜登高调宣布到访乌克兰的时候，王毅主任也遥相呼应访问了莫斯科。王毅主任访问俄期间，双方将讨论什么话题？按照佩斯科夫的描述，俄中关系具有多面性和结盟的特性，议程很明确，而且非常广泛，因此有很多可谈的事情。看到佩斯科夫的用词，很多人就被这个结盟特性给误导了。实际上，具有结盟特性，恰恰证明了不结盟。言下之意是，中俄虽然不是军事盟友，但双方友好的关系远超美西方那种所谓的盟友关系。因此，可以谈论的事情很多，有防务合作、科技合作、经济合作、文化交流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劝和促谈。在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期间，王毅主任就表达了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各国主权领土完整都应得到尊重，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都应得到遵守，各国合理安全关切都应得到重视，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都应得到支持。中国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俄乌冲突的立场，绝不只是说说而已。在王毅主任访问莫斯科期间，我国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该文件旗帜鲜明地表达了中方在乌克兰危机上的立场，还呼吁各国积极采取行动劝和促谈，比如说积极参与联合国秘书长我们的共同议程报告关于制定新和平纲领等建议的工作，比如说坚定维护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这样的共识等等。而王毅主任这次访问俄罗斯，正是中国身体力行为劝和促谈迈出的关键一步。在过去1年的时间里，美国成为了俄乌冲突最大的操盘手。这些政治精英把乌克兰危机当成是一项投资，一方面借着乌克兰的手来消耗俄罗斯的国力，另一方面借着俄乌冲突破坏俄欧关系，将欧洲牢牢地绑定在美国的战车上，任美国上下其手。也是因为美国的强大实力，俄乌局势的发展成了华盛顿的一言堂。俄乌冲突让许许多多的国家蒙受了巨大损失，尤其是欧洲，饱受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折磨。像法国、德国这些国家不希望俄乌和谈冲突结束吗？当然希望。俄乌局势也曾有过好几次很好的机会迎来和平化的结局，但就是在美国的干预下，和谈屡屡被搅黄，局势一变再变，到如今已经快要失控。但这个世界并不是美国说了算，如今中国带了个头，呼吁各国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乌克兰危机。美国的一言堂时代结束了，俄乌冲突必然会迎来和平的拐点。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